16強里刀光寒，預測榜上寫江山。老馬偏往冷處看，几多豪门要回家。全世界的数据公司已經把這8场的答案提前给你寫好了。法國夺冠概率給到全場最高，一家獨擋。你要說別人能翻盤，人家眼皮都不帶抬一下的。可就在這張答案卷子上，有2場寫答案的手是抖的，嘴上說英格蘭穩，說5星巴西穩，可數字的犄角旮旯裡全是心虛。今晚凌晨第1場球就開踢，老馬今天不按賽程，從頭給你念到尾，咱們按一樣東西排，懸念哪一場是走過場，哪一場是真要變天。預測說一套，老馬的眼睛看見的是另一套。這8場裡頭有 C 羅和那個18歲的亞馬爾正面對撞，老的少的，今晚注定得走一個。更有2场人家寫好的答案，老馬偏不認。8场一场一场给你盘到最後，老馬把8强名单一口氣報给你。先說3場預測和老馬的眼睛難得的想到一塊兒去了。這3場基本沒跑。頭一個法國打巴拉圭，這是全場8個對陣裡預期最一邊倒的一場。一邊倒的什麼概念？外界給法國晉級的機會9成5往上，留給巴拉圭爆冷的連半成都不到。這數字擺出來就是明明白白告訴你，所有人都覺得巴拉圭沒戲，也不是沒道理。法國這屆是夺冠头號大熱，前場姆巴佩、登貝萊、奧利賽這套組合踢起來行雲流水。姆巴佩上一場3-0血洗瑞典，一個人梅開2度，世界杯生涯進球已經踢到18個，追到歷史第2，離梅西就差1-2個。巴拉圭也不是軟柿子，上一輪硬是靠一身鋼筋鐵骨的防守，把4屆冠軍德國拖進點球，又一腳把德國送回了家，那是這届到現在最大的冷門。可爆冷這事兒有第1回，難有第2回。巴拉圭的进球功臣安西索還帶着傷，能不能上都两說。指望他們把大巴停在法國门前90分鐘不漏一個，太難了。老馬同意，法國過。第2個，梅西的阿根廷碰薩拉赫的埃及，這一場名字聽着炸，球王對法老，倆頂級球星正面撞。可你把預測攤開，阿根廷晉級的概率高得嚇人。為啥？埃及的劇本從頭到尾就一頁紙，後場囤一堆人死守，然後瞅機會把球塞給薩拉赫，讓他一個人去單點爆破。問題是薩拉赫自己還帶着傷，上一場對澳大利亞，他硬是靠一記勺子點球把埃及拖进的16强，那已經是拼了老命。指望一個帶傷的法老單槍匹馬去鑿穿阿根廷的後防，太懸。梅西這邊上一場對佛得角加時才3-2，驚險過關。不過他也踢進了自己世界杯生涯第20個球，連續8屆世界杯都有進賬，這記錄前無古人。阿根廷隱患，怕的是那種反擊賊快的隊，可埃及偏偏是最慢最想跟你耗的那種，一身力氣全砸在防守上，正好挠不到阿根廷的癢處。老馬不抬槓，阿根廷过。說句掏心窩子的，梅西真正的坎兒根本不在今晚，他這半区一路上沒有第2個巨無霸跟他搶到。埃及之後多半是哥倫比亞、瑞士這種有實力可夠不上奪冠級的對手，想淘汰這位球王的那道真正的關還在更靠後的地方候着呢。第3個，加拿大打摩洛哥，這是走過場這一檔裡唯一一場沒有傳統豪門的。東道主加拿大靠尤斯塔奇奧补时絕殺南非，頭一回杀進世界杯16強，創了队史最好成績。主帥手裡攥着喬納森、大衛的速度，還有阿方索·戴維斯的邊路衝擊，順風球打得不難看。可對面是摩洛哥，上屆世界杯就是這支非洲隊一路把好幾個豪門掀翻，踢進了4强。這屆他們又來了，上一輪補時絕平荷蘭，點球把橙衣軍團淘汰出局。摩洛哥的看家本領就倆字兒：防守。加拿大打順風球行，真要面對摩洛哥這種鐵桶陣，攻堅的火力就顯得單薄了。老馬點頭，摩洛哥過。加拿大想攪局，恐怕得指望主場那點運氣。看到這兒插一句，你要是頭回看球，覺得老馬這麼一場一場盤着有用，右下角順手點個訂閱。這10幾天淘汰賽哪場該看，哪場要出冷門，老馬天天陪你盤。行呢，往下走，下面2場預測開始含糊了，懸念也上了。先說東道主美國對歐洲紅魔比利時，這一場各家預測給的是純5-5開，誰也不讓誰，這本身就說明問題了。美國這批年輕人基本都在歐洲5大聯賽站穩了腳跟，核心是普利西奇，能突能傳也能自己來一下。他們踢得凶，跑不死。上一輪硬是在少一個人的情況下2-0把波黑給推平了。麻煩是那場进球的锋線大将巴洛贡吃了紅牌。這場停赛，美國少一門重炮，比利时那邊曾經的黃金一代基本謝幕了，戰力大不如前。上一場更是踢得驚心动魄。
0-2落後塞內加爾，後防幾次被人打穿，最後連扳3球，靠加时最後一刻一个点球才绝杀。那是世界杯史上最晚的一个进球。你细品，一支能被非洲球队摁着打到0-2的后防线，遇上美国这种玩命跑、专抢上半场的打法，是要出岔子。而且美国这队有个特點，最能咬人的就是開場那半小時，衝擊力最猛。比利時偏偏又是上半場容易走神的隊，上一場0-2那倆窟窿就是上半場被人捅出來的。這兩條撞一塊，美國只要能搶下開局，比利時未必扛得住。至於12年前那點舊賬，老馬提都不想提，那是老黃歷了。今晚這批美國人跟那批不是一波。老馬看今天美國占着主場，機制上先手在手，這一場老馬心裡偏美國。再一場瑞士對哥倫比亞，有的解說到這兒還在裝懸念，說什麼風格對立，勝負難料。老馬直接告訴你，別裝了，風向早就偏了，連冷冰冰的數據模型都把哥倫比亞擺成了小熱門，這就是答案。哥倫比亞是這屆最好看的球隊之一，小組賽頭名出現，一個球沒丟，後防硬得很。真正的爆點在左路，迪亞斯速度突破1對1，這屆頂級的邊路殺器，誰碰誰頭疼。中場還有老將 J 羅給你穩節奏，遞刀子。瑞士確實穩，體系成熟，上一場2-0拿下阿爾及利亞，連齊達內的親兒子都在他們門裡站着。可穩不等於能贏。你想想瑞士靠什麼吃飯？靠紀律，靠耐心，一板一眼跟你耗。可哥倫比亞不陪你耗。迪亞斯那種球員一次加速就能把你耗了半天擺出來的陣型撕開一道口子，越是四平八穩的隊，越怕這種一擊致命的爆點。數據偏鴿，老馬的眼睛也偏鴿。這一場老馬戰哥倫比亞還裝什麼懸念？好，下面這3場才是今晚的正片。紙面上這3場都有明明白白的大熱門。可老馬的眼睛在這3場裡看見了不一樣的東西。先說巴西打挪威，外界給巴西的評估是穩穩的晉級，挪威頂多算個天頭。可老馬跟你說，這是8場裡最有可能掀桌子的一場。為啥？你要是眼裡只有哈蘭德就上當了。哈蘭德是那門重炮沒錯，上一場86分鐘絕殺科特迪瓦，一錘定音，幫挪威28年來頭一回殺進16強。可挪威真正的大腦不是哈蘭德，是厄德高。阿森納的隊長，球隊的發動機是他在中場把一條條進攻線路給你支出來，再餵到哈蘭德腳下。你光盯着終結點攔不住的，得先掐斷攻球那根線。可巴西的中場恰恰是老毛病，卡塞米羅、吉馬良斯這條線年紀都上來了，回追和保護都吃力。更要命的是帕奎塔、拉菲尼亞這倆能盤活進攻的主力，這場大概率上不了。安帥這仗子進攻端，巴西還是那麼依賴維尼修斯一個人的靈光。上一場對日本5星巴西一度0-1落後，先靠卡塞米羅扳平，再靠馬丁內利補時絕殺，才2-1涉險過關。那場球看起來，巴西球迷的心臟都得是好使的。還有一層，5星巴西這塊金字招牌本身就是壓力，全世界都等着看他們捧杯。可這一屆的巴西，防線在飄，中場在老，進攻全靠維尼修斯一個人靈光。底子遠沒招牌那麼厚，挪威沒這包袱，輸了是本分，贏了是英雄。一身初生牛犢的血勇，又剛捅破28年沒進16強的那層窗戶紙，正是敢跟你掀桌子的時候。所以老馬的判斷，巴西能過，但絕不輕鬆，要麼被拖進加時，要麼直接幹到點球，一張驚險單。你要看今晚哪一場最可能爆出大冷門，就守着這一場。接下來這一場是全篇老馬唯一一次公開跟所有人對着幹，墨西哥打英格蘭。外界看好英格蘭，晉級概率給的比墨西哥高一截。可你把90分鐘的預測翻出來，英格蘭贏、打平、墨西哥贏，3個可能性幾乎一樣大，這就是個拋硬幣的局。嘴上說英格蘭穩，手卻在抖。老馬今天把話撂這兒，這場墨西哥掀翻英格蘭，憑啥？第一，阿茲特克，海拔2200米，空氣稀薄，真跑上70-80分鐘沒適應過的球員，腿是灌了鉛的。墨西哥人在這踢了一輩子。英格蘭不是。第二，天氣，比賽當天有暴雨預報，眼下的消息是不延期，雨一大，技術流的傳控就得打折扣，場面越亂越對主場有利，越對墨西哥這種想靠氣勢衝垮你的打法有利。第三，英格蘭自己上一場對剛果金先丟一個，靠凱恩下半場梅開2度才2-1翻回來，整場踢得各踢各的，那股子割裂勁兒到現在還沒捋順。凱恩、貝林厄姆、賴斯人是好人，可全指望個人閃光，一旦粘不成一個整體就危險。墨西哥這邊不是沒牌可打，
老將西门內斯當年那個頭骨骨折從鬼門關爬回來的人，上一場就進了球。還有歸化來的基尼奧內斯，揭幕戰第一個進球就是他踢的。這支墨西哥連續4場零封，防守是真硬。真要拖成平局，再拖进加时，拖进点球，你還敢閉着眼信英格蘭嗎？英格蘭的大賽點球史那是一部血淚賬。從1990年半決賽點球輸給西德，到06年世界杯栽在葡萄牙腳下，再到幾年前歐洲杯決賽，在自己家門口的溫布利又把到手的冠軍從點球點上送出去，這心理陰影一層壓一層，不是靠嘴硬能蓋住，還有一層老馬的給你補上。英格蘭上一回帶着衛冕冠軍的身份來墨西哥是1970年，萊昂對西德一度2-0領先，最後被人連追3個球，3-2，衛冕的夢碎在了墨西哥的高原上。56年過去了，墨西哥的高原還在那兒等着。老馬把這個反調唱到底，墨西哥晉級。最後一場，今晚的壓軸也是老馬這張封面主打的一場，葡萄牙對西班牙，伊比利亞半島的鄰居德比。這一場預測偏西班牙，老馬也認西班牙，但是老馬盼西班牙贏的理由跟所有人都不一樣。你打開電視，幾乎所有解說都會告訴你，這場的勝負手是葡萄牙的門德斯能不能防住亞馬爾那個妖星。老馬說看偏了 ，C 羅今年要是回家，他不是輸給亞馬爾，他是先輸在中場那一層。你把2隊的中場擺一塊比，西班牙這邊佩德里、蘇比門迪，一個負責把球一腳不多一腳不少的送到最該去的地方，一個負責在你想反擊的那一下把你死死掐住。這條中場是當今世界最順的之一。葡萄牙這邊呢，維蒂尼亞、若昂內維斯在巴黎踢得風生水起，一進國家隊就跟變了個人。最擰巴的是毕費，一個本該在前場捅刀子的人，被安排去幹一堆回撤、攔截的髒活累活，位置別扭，人也別扭。結果就是進攻的時候陣型是散的，防守的時候弧頂那塊是空的。中場先輸一層，你前头站着的是 C 羅還是誰，都接不着舒服的球。這才是葡萄牙真正的命門，跟 C 羅首發不首發關係沒那麼大。至於2018年那場蕩氣回腸的3-3，C 羅一個人踢瘋了，帽子戲法，最後一季任意球讀秒絕平，那是經典。可那是7年前的 C 羅了。今天這場的看點不是情懷回放，是時間。你看西班牙這屆什麼成色？上一場一個3-0把奧地利踢到全場0射正，那不叫贏，那叫撵。34場不敗，球門乾淨的像剛擦過。決賽之王奧亞薩瓦爾往那一戳，關鍵時候總有人站出來。你葡萄牙想先翻這麼一支隊，就得先在中場跟他掰手腕，可偏偏中场就是你最虛的那塊。所以老馬看這場西班牙的迎面是從後往前一层層垒起來的，不是靠誰一個人的靈光。這一頭是41歲的 C 羅，那一頭是還差1個禮拜才滿18歲的亞馬爾。41對18，差着整整1個世代。足球最殘忍的地方就在這兒，你可以永遠熱愛它，但你沒法永遠年輕。老馬認這個賬，西班牙過 C 羅的世界杯大概率就停在這一頁了。8場盤完，老馬把8強名單一口氣兒給你報了：摩洛哥、法國、巴西、墨西哥、西班牙、美國、阿根廷、哥倫比亞。這裡頭老馬只挑了墨西哥一個冷門，去先英格蘭，看走眼了不丟人。下一場老馬再跟你認。至於你，老馬就想問你一句，這8場裡你覺得哪一場的主流預測要被現實狠狠打一記耳光？寫在評論區，老馬挨條看。想跟着老馬把這10幾天淘汰賽一場不落地盤下來的，點個訂閱，開個小鈴鐺，新視頻一發你頭一個知道。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咱們下一場